今日影评争论电影，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丽。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目前票房已经突破120亿元，超过《狮子王》，进入全球影史票房榜前10位。烽火轮上的哪吒经济如一根撬动文化产业链的杠杆，带动股市暴涨、影院回血、衍生品和文旅消费井喷等。一部动画电影如何成为100亿级商业帝国的起点？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晓曦，一起聚焦哪吒经济，看100亿级神话如何探新路。哪吒之魔童闹海的票房仅用16天就突破了100亿大关，这对于中国电影来说是意义非凡的。那同时也很想问一下晓曦啊，在从事经济学的研究过程当中，您觉得这属于非常规现象吗？这个确实是因为哪吒这部电影啊，它没有知名的导演，然后也没有流量明星，而且呢，我们知道在预售的时候，其实哪吒的表现也不是十分的突出，但是呢，却能在春节档后期形成了这么一个长尾的一个效应，我觉得确实很特别。那这个100亿项目啊，它火爆的背后，究竟从经济学的角度，它做对了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首先是从供给侧来说，是精准的把握到了我们市场的一个需求。通过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再加上我们现代叙事的这么一个新的一个 IP 的一个构成，使得我们更大的去满足了中国观众的这种共同的一个价值观。今日到此出现了，尔等妖孽，快受死！第二个就是在这个制作的一个过程里头呢，很好的实现了你从内容到我们衍生到变现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第三个呢，是形成了后续消费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衍生链，它是具备一个跨媒体的潜力在里头的。哪吒之魔童闹海呢，目前预测的是会有3亿的观影人次。我不知道在经济学方面，这样的观影人次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说一组数据吧。咱们全国有14亿人口，那按照这个测算的话，其实哪吒现在差不多有1/4的人去看过了。那我们假设每个家庭大概是3到4口人，那就意味着说每一个家庭基本上有一个人去看了。一个代表。对，哪吒的这个爆火吧，也是让我对于文化产业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你可能也关注到，就包括一些3、4线城市和一些快要倒闭的电影院，可能又重新获得了新生了。像我自己本人去看哪吒的时候，我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爆米花好吃了。为什么？因为它观影人数多，新鲜了。然后呢，大家去看完电影以后呢，可能还会带动相关的，比方说喝杯奶茶呀，吃个饭呀，所以周边的这些消费也是可以带动起来的。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说，整个电影产业其实对于我们的就业的一个巨大的一个作用。那除了这次电影制作的本身，我看到就是这个动画行业现在吸引了非常多的年轻人想要去从事这个行业。另外呢，我看配音也会爆火一段。估计今年相关的这些院校的这个播音啊、配音专业也会成为一个热门的专业。我活不活无所谓，我只有你死！你打我噻！你打我噻！给我！包括像对于我们的制造业的这些就业也会有一个拉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衍生品的一个经济。我看到很多工厂现在是加班加点的在制作我们哪吒的一些相关周边。其实哪吒这次呢还带火了一些特殊的一些食品，比如说藕粉。那我还留意到就是像银行也开始去开发这个哪吒卡。对，大家也是开动脑筋啊，发现这个哪吒是可以融万物的哈，都可以跟很多的经济的内容去碰撞。另外呢，就是对于我们的旅游也会有一些带动在里头。那我看到就是现在网上对于抢哪吒这个事情非常的火爆哈。就四川的观众说哪吒是他们的，然后我看到说天津城隍关也说是哪吒是他们的，就这种的话就使得大家都想要去到这些旅行地，也出现一个电影加文旅的这么一个热潮。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它票房是100亿，但是从经济学上来说，它所产生的经济效能已经远超于100亿了。那现在我们也看到不少的网友啊，也是借着哪吒的热度在积极的建言献策。有网友就建议成都打造动漫衍生产业乐园，这个建议呢，迅速是在网络上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啊。其实对于建乐园这个事情，我倒是想泼一泼冷水。因为我们熟悉的环球影城也好，迪士尼乐园也好，其实它是集结了大量长期累积的这种 IP，它才能够成功的。之前留意到方特乐园，不知道主持人去过没有？熊出没，对，它其实是有熊出没这个板块在里头的。如果我们想说仅仅就依靠哪吒这个单一的 IP，
可能比较难去维持一个乐园的一个长期有序的一个运营。随着用爱发电，有的时候大家很有热情，但是也要理性的去投资去参与啊。是的，是的。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就在哪吒在国内本土的票房实现了100亿大关的同时啊，他们也开启了在海外市场的上映和发行。目前我们在数据方面看到，北美首周开画的馆数是突破了700间，打破近20年来华语片在北美的一个排片记录。那么海外市场的这方面的经济表现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我觉得哪吒出海其实这一次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它在国内票房的优秀表现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助力对于海外市场来说，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一个羊群效应在里头嘛，它积累了这么好的口碑，使得国外的观众很好奇，都想去看一看。除了华人观众，可能一些外国的观众我也想去看一看这个哪吒到底是什么，到底讲了什么。 Pretty much a 10. 10 all the way up. Oh, I'd definitely give it 100. Never seen animation like that before, and it just blew my mind. Like, I came out of the cinema still going, wow. 说到这儿啊，今年看到哪吒这个现象的时候，其实我在心里会自然的联想到过去像是山东淄博的烧烤、哈尔滨的旅游。您觉得这几个现象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说，它们有共性吗？我觉得这个里头一个是体现出来就是一个社交属性，大家可能都想去那打个卡发个朋友圈，让大家都知道哎我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另外呢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叫体验经济。哎，这种体验经济很有意思啊，是会让大家觉得我要去看哪吒这件事儿本身是值得我去体验的。那同样都是要接这种泼天的富贵的现象啊，您觉得它是可以复制的吗？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的一个爆品的存在，其实它背后必然是有它的爆火的逻辑在里面的。但是呢也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其实爆品你是很难去复制它的。中国人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其实哪吒这次的一个成功呢，它是很好的把这些所有的因素都结合进去了，资本的投入，公司自己的制作，以及后续的整个运作，包括可能未来还有的这种 IP 的一些衍生品的开发，我觉得是缺一不可的。那这个可能也是后续的中国电影需要从哪吒爆火里头汲取到的这么一些经验。好的，感谢小溪的精彩解析。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今日影评，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